从佛山打到香港，接着又打到美国的叶师傅，终于在打倒陆战队军事官后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回顾叶问4部曲，不管什么样的敌人，在叶师傅的咏春拳下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，让我们这些看客也看得热血沸腾。但无论怎样，这都是电影桥段，在现实世界中，咏春拳也有如此的强悍吗？之前在江门结束的一场对决中，上台进行比试的咏春选手在台上仅仅坚持了74秒，接着就被66公斤级搏击选手爆头 KO。 这场比赛让众人哗然，各种咏春高手74秒惨遭 KO 之类的标题出现在了全网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传武大师在台上被 KO 了，而这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我们心里不禁会想，古代真的有所谓的武功吗？而现在的传武到底还能不能打？首先我们得肯定一点，古代是真有武功的。无论是我们熟知的西楚霸王项羽，还是三国猛将，又或者是抗金英雄岳飞，这些人都是有武功在身上的。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拥有真功夫的武学大师，先不说我们熟知的霍元甲和黄飞鸿，曾经当过孙中山保镖的南北大侠杜兴武，就曾经打败过来自日本的知名相扑选手。你说如果传武真的不如搏击的话，那为什么杜兴武大侠还能成为孙中山的保镖？当时的孙中山可是刚刚开始反清，清朝廷的刺杀人员一波接着一波，也一批比一批厉害，要请人当保镖肯定也是请能打的。当时孙中山在日本进行演讲的时候，台下坐着一大帮子人，而这些人里不只有反清人士，更有不少就是清朝廷派来的杀手。台下的杀手不断在孙中山演讲时起哄，很快整个礼堂就乱成了一锅粥，数不清的人冲向了孙中山，却都被杜兴武给挡了下来，不仅带着孙中山全身而退，甚至还将杀手打得狼狈逃窜。这些人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只会花拳绣腿的假大师，毕竟他们要么就是军中将领，要么也是名震一方的武学宗师，每天要面对的敌人都不计其数。要是只会花拳绣腿，早就被打翻了。只不过到了现在，武术更多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渐渐的就变成了花架子。那么传武真的不能打了吗？中国自由搏击运动员邱建良会告诉你，当然不是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一个自由搏击运动员怎么能告诉我传武能不能打？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来自安徽农村的邱建良家境并不富裕，自身从小就活泼好动，所以他便在13岁入了武校进行了学习，并且还考上了大学。然而上了大学的邱建良在接触到散打和泰拳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上了，并且还决定要踏上自由搏击的职业道路。邱建良以自己学了9年的传武为基础，在此之上添加了各种散打、泰拳等各国格斗技，融会贯通之后，才成为了洗衣世界金腰带拥有者，并且还在2018年成为了 Combat Race 自由搏击与量级世界排名第1位。对于邱建良来说，他对传武有着相当浓厚的感情，就连自身的绝技神龙摆尾都是以传武为基础研究而出的。邱建良也表示，现在传武不是不能打，而是因为传武和搏击的规则和框架并不相同，这才导致传武在比赛中接连失败。所以说传武还是能打的，只不过得将那些不适合擂台的花架子给摒弃。毕竟想要在别人的规则下打倒别人，就必须让自己适应别人的规则，同时还得进行长期的专业化训练，这才能和那些职业散打选手有一较高下的资本。其实传武本就不是为了擂台而诞生的，首先传武是从战场的搏杀中流传下来的招数，一般古人习武也不是为了打擂台，而是为了上阵杀敌或者是行走江湖。古人可不像现在经常打擂台，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落后，如果打擂台出个什么意外，很有可能因为无法医治导致残废终身。传统武术和搏击打擂台，就像是让一个开小轿车的人去开大车，虽然都是4个轮子，但其中的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才可以，不是嘴上说说就行了。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进步，跟不上脚步的东西就会逐渐被淘汰掉，传武也是如此。而现在的我们学习传统武术，更多的是为了学习武道讲究，以及其中所带给我们的优良品德，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泱泱华夏传承1000年留下的精华。